係咁，網友嗱，呢條片一定要講美印嘅呢個貿易協議，佢背後所含嘅經濟上嘅呢一個係地緣政治上嘅，同埋供應鏈上嘅含義，呢個就係嚇。好啦，嗱，我哋講係睇提大家最好買嘅幾樣嘢先。呢個就係呢一個係韓國 Soylab 嚇，未試過減價㗎嚇，好平嘅198蚊。洗頭水精華素168蚊，呢個染髮劑犀利咯，真係唔夠賣嘅呢個係嚇。呢個和牛漢堡好味到不得了，大家真係要試下。一路冇得供應，因為做唔切。呢個就係美印貿易新局，關稅、石油、地緣政治嘅戰略交換，18%關稅背後嘅經濟算盤。佢呢個18%咧係2級嘅待遇嚇。即係僅次於呢一個僅次於呢一個日韓台嘅15%嚇，咁就係當然係遠遠係低過中國啦。呢個就係嚇重大嘅貿易安排，美國同印度搞咗半年，終於達成一個重要嘅貿易安排。呢個係印度係困擾咗好耐嘅，究竟要唔要咁做，係一個好重大嘅決定。根據日前已經公開嘅框架，兩國經濟關係重大轉折。印度係咪取代到以前中國嘅地位呢？唔會，因為咧而家美國再唔相信一啲高產值嘅嘢唔應該外包，應該 Make in America。但係始終好多嘢需要外交，佢需要印度一個咁樣嘅 partner。印度喺呢1-2個月呢，佢就將會追到日本，追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4大經濟體嚇。咁係美國係世界上第1大經濟體，德國係世界第3大經濟體，印度係第4大經濟體。咁夾住咗印度作為一個 junior partner。而且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呢個好重大嘅18%主體稅率，唔係全面免稅。嗱，美國付出最高關稅由50%降到18%，取消因為買俄羅斯石油而家徵嘅額外關稅。印度俾乜嘢呢？逐步削減，停止購買俄羅斯原油，收工㗎啦，呢樣嘢收工㗎啦。擴大採購，對美國能源唔同俄羅斯買油，同美國買油。飛機唔使講啦，呢個呢一個係國防裝備，唔再同俄羅斯買武器，因為俄羅斯武器喺伊朗戰爭啊，喺呢一個烏克蘭戰爭都證明一敗塗地啊嘛。同埋藥物進口，呢個係即係咧，印度全部都係做呢個仿製藥嘅，咁有啲品牌就可以俾美國嘅品牌藥入口，降低美國工業同農產品嘅關稅。嗱，呢個拗咗好耐嘅，呢個稻米、乳製品、糖、大豆呢啲嘅保護，呢個美國好想佢打開嗰個農業市場，但係咧就印度死都唔肯噶啦，因為咧就好多農民，即係你一打開個農業市場咧，咁就係好多農民咧就係個收入降低，喺政治上咧係自殺嚟嘅，佢點都唔肯嘅。根據多方透露，呢個協議係框架性安排，唔係完整嘅自由貿易協議。核心條款3個層次，經濟層次講咗啦，能源層次，仲有地緣政治層次。美國確認印度係供應鏈去集中化嘅關鍵支點，確立佢作為制衡中國嘅長期戰略角色，呢點係好重要嘅。美國變咗以前中國嘅地位，呢個印度係變咗以前中國地位，係美國嘅 junior partner。美國唔 labor intensive， 美國唔想做嘅嘢就會擺喺印度度做。印度嘅經濟一定起飛嘅，呢個不但只係印度出口止血，亦都係美國喺地緣政治嗰個重大斬獲。
市場普遍認為呢個協議嘅意義遠超單純嘅貿易數字。點解啊？印度始終係世界人口第一大國，而且佢喺中國嘅南疆西南邊，哇大鑊咯！佢威脅嘅係呢一個西藏，呢個中國要派兵去守住西藏，同埋中國步兵喺東南預備打台灣，喺東邊防止呢個美軍侵擾，係拉散咗呢個中國嘅兵力。點解印度急於達成協議呢？出口總量未崩，但增長動能已經受到掣肘。好多人呢，我都唔明嘅，即係做時事評論唔去揾下數據嘅，呢啲好基本嘅功夫，幼稚園嘅功夫。究竟印度賣去美國嘅產品喺呢個關稅下邊有冇減少呢？即係咁樣。外界常以為出口係咪大跌，作為判斷關稅影響嘅標準，但對政策制定者嚟講呢，係個增長動能同企業端嘅風險變化。我解釋俾你聽兩點。第一，本來對美國嘅出口係大幅度增加嘅，因為呢一個中國去美國要抽關稅嘛，本來應該執到嘅，執唔到，因為你加到50% 關稅。第二就係嗰啲企業啊，有呢個關稅喺度，係唔識得點樣去佈置未來嘅生意。呢個反映企業透過讓價，然後出貨或者轉向其他市場，短期內依然可以維持出貨，但係代價就毛利率被侵蝕、現金流承壓，以及投資礦產嘅計劃延後。有咗呢個50% 關稅，就要減價俾人。減價俾人咧就唔好賺，你都唔知擴唔擴中國廠好。對印度政府嚟講，真正嘅風險唔係某一個月嘅出口數字，而係出口產業鏈一旦有利潤同埋就業壓力，跟住落嚟咧就會投資下滑，經濟增長放緩。因為呢個 uncertainty 就會呢一個係令到啲人咧就係唔敢去投資，呢個就係出口嘅金額並冇斷崖式下跌，但增長節奏明顯放緩。出口商要減價去賣，如果唔解決就唔會再投資，呢個就係咁。關稅防線嗱，呢個就係個經濟動能。如果冇協議就落咗嚟，如果有咗協議去翻18%，佢就砰一聲飆上去啦。呢個就係我哋睇下呢個大印度出口去中國，呢個就係本來行緊咁樣樣，2025年頭下半年忽然之間變咗咁，7、8月開始變咗咁嗰個差。呢個係個增長幅度，本來高速增長緊30幾個%，應該執咗大陸嘅死雞。結果係冇增長，係輕微下跌。其實係我哋睇一啲數字，你就知道呢個係 export 呢個係其實係輕微下跌。呢個 export 呢個係 import 呢個。但係印度嘅經濟增長咧依然係好快，全球前列嘅增長，全球我唔知，即係有啲好細嘅經濟體可能有奇蹟增長。但主要嘅經濟體全球增長最快就係台灣，12點幾個%第四季。2024-25年財政印度實質增長6.5個%。嗱，呢個速度唔夠嘅。如果佢而家達成到呢個協議咧，可能增長8-9個%，而中國跌落4個%，咁樣30年後咧就追到中國。好多嘅國際機構預測印度嘅 GDP 未來1-2年追過日本，成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正因為增長基調強勁，印度更難承受外部關稅衝擊，而成為硬剎車。為呢個時候得逼好大鑊。對莫迪政府嚟講，維持高增長唔係關乎經濟表現，係關乎就業、資本流入，有幾多資本流入同埋國際地位。
唔可以喺呢個不可預測嘅情況之下繼續走落去，呢個係就因為高增長6.5%，更加唔可以抵受外界衝擊，呢個就係呢個係呢一個。如果呢個協議啊移除咗可能拖累印度製造大國最大嘅外部風險，呢個就係好啦。因此佢要付出呢個代價，而唔買俄羅斯油，唔買俄羅斯油，佢係貴咗20蚊一桶度，貴咗10蚊一桶咧，10零蚊一桶咧，每日咧係百幾萬桶，係千幾萬。咁你哋要考慮，其實停俄油有兩個考慮，一個就係本來買俄油係平好多嘅，係平10蚊一桶，每日百幾萬桶俄羅斯油。第二，同俄羅斯70-80年嘅交情，印度從來都係以前係蘇聯係俄羅斯嘅好朋友，佢嘅武器體系係7-8成係蘇聯同埋俄羅斯嘅。咁而家如果唔買俄羅斯油，就係同俄羅斯咧係去到抹面咁滯，呢個係咁，而且轉向美國買軍備，就即係拋棄咗同俄羅斯幾十年嘅友情。佢嘅外交方向呢個親蘇聯俄羅斯嘅方向係呢個尼克魯嗰陣時奠定落嚟嘅。自從獨立到而家70幾年，呢一個轉向係莫迪猶豫咗好耐嘅。美國真正嘅戰略收穫，相比貿易額本身，俄羅斯石油條款就係美國最大嘅斬獲，係逼到佢唔買俄羅斯油。美國公開表述話，印度已同意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喺實際執行層面咧，印度煉油廠仍要處理現有嘅合約同埋船期，短期內係大幅度削減，係幾個月落後就變咗0啦，即係咁樣。印度接受以俄油作為談判籌碼，本身已經係一個明確嘅政治信號。印度對美國市場美元體系依賴係高於同俄羅斯嘅傳統關係、武器關係同埋石油賺到嘅錢，兩樣嘢你稱過之後，呢樣嘢着數啲，緊要啲。相比貿易額，迫使印度喺能源採購係最大嘅政治地緣上嘅勝利。嗰個信號係明確嘅，呢個係呢一個係佢印度由傳統嘅不結盟轉向美國陣營傾斜，甚至係即係佢係嗰個關係啊變咗係等於日韓嘅關係，係倚仗呢個美國嘅關係而希望個經濟急速增長。石油轉向咁，但係咧我要講下個現實限制。咁以後點呢？係咪可以同美國買石油呢？其實唔得嘅。同美國買石油，首先係物流同成本問題。美國原油運去印度嘅航運好長，運費、保險、周轉成本喺德州運過去，哇！呢個大鑊，遠高於中東供應，係冇唔合理嘅。呢個你冇可能，呢個可以同中東啲石油鬥嘅，最終反映喺到岸價，削弱咗印度控制能源同通脹，同呢個美國買係太過遠。其次係煉油廠匹配嘅問題，印度不少煉油廠咧長期煉波斯嗰啲油咧係較重含硫為主要為料，改用美國較輕原油咧，要配油及技術調整，呢個不可忽視，所以咧根本冇乜可能。第三係供應上限，如果由委內瑞拉去仲遠，委內瑞拉嘅產量就係有重油啦，與出口彈性受阻，難以穩定提供100萬桶一日級嘅新增供應。最現實咧都係由中東買嘅。俄羅斯係點呢？最大嘅衝擊唔係出口量即時下跌，要維持出口量現金流咧，要更深嘅折扣、更高嘅交易成本。
即係咧，而家油價67、8蚊啦，佢可能要賣40蚊，咁俄羅斯真係冇乜錢賺，呢個就係因為咧三大買家，其他啲人唔係垃圾嚟嘅，即係好濕碎嘅。中國係唔可以增加，因為由歐洲呢邊巴庫油田呢啲運出嚟去中國太過遠嚇，呢一個係陸上運輸係不可能嘅。用船運去係太過遠，咁咧就係唔可以增加嘅，只可以西伯利亞原油先至可以去中國嘅啫。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印度啦，停咗印度呢個大鑊，由中亞去，本來去印度係最近嘅。第三就係土耳其唔可以再買多啲，其他咧就冇啦。一旦印度進一步削減咧，能夠承受大量俄油嘅買家實際屈指可數，中國係會要求接多啲嘅買家集中度上升，俄羅斯嘅議價能力，喂，你要呓中國買，你要再大啲 discount。如果喺印度喺關稅市場准入，更深深轉入美國嘅規則體系，就有助推動美國供應鏈去集中化，喺南亞建築一個長期牽制中國資源嘅支點。好多嘢只有印度先做到呢個規模嘅，譬如大量嘅藥物原料嘅生產。嗱，你咁嘅中國點解個供應鏈咁犀利呢？佢除咗供應美國、歐洲、全世界之外，佢仲有中國自己嘅市場啊嘛。你其他人冇中國嘅市場啊嘛。佢加埋中國嘅市場，佢係有全世界最大嘅 economy of scale。你越南唔會有內在嘅獨立市場噶嘛？印度如果開復發咗，就有印度嘅內在市場嚟到配合，就可以頂中國嘅供應鏈啦。美國需要一個有岸外包，墨西哥就近嘅呢個大型人口、足夠人口勞動力內需市場嚟做製造業伙伴，減少對中國系統性依賴。中國佔咗世界30%，要將中國呢個份額嘅工業打到落嚟20%，邊個有力量佔咗10% 呢？只有印度。印度嘅關稅優惠使印度更深轉入美國嘅規則體系，呢個係牽制中國嘅影響力。印度成功止血，保持增長故事，但喪失咗能源外交嘅自主空間。俄羅斯現金流實壓更嚴峻嘅孤立同埋折價螺旋。美國揾到個戰略盟友，愛嚟威脅中國，令到削弱俄羅斯。呢個唔係純粹嘅貿易協議，係印度以地緣政治嘅選邊站換取經濟發展嘅入場券。呢個就係世界地緣政治冇當日尼克松去中國咁重要，但係爭咗一個度量級，但係都相當重要嘅地緣政治上嘅變動。呢個就係好啦。嗱，呢個 Q10 最多人買嘅啦，488蚊值4個月嘅，好平啊！呢個係幫你嘅粒線體增加活力嘅，就有幾樣最好買嘅嘢嚇。呢個獵戶線係搶住買嘅，所有男人都要食噶啦。呢個就係食咗屙少啲夜尿。呢一個男士維生素、女士維生素。呢個腦燒絡減少腦退化。呢個就係心血管絡控制呢個血脂三高嘅。呢個係全線 Form Bio 7折。呢個係年30萬啊，當然有啲肉食啦。呢個就係特價，好受歡迎嘅呢啲，買翻去打邊爐啦。呢一個一家韓牛火鍋片呢一個係300克喎，好重喎。呢個係300克喎，99蚊喎，好抵。呢個韓國豬腩火鍋片300克49蚊。呢個嗱拎翻去打邊爐咧，好食。咁就呢隻一夜乾啦。呢個係呢個日本北海道嘅名食啊！呢個一夜乾，呢一個係花魚一夜乾，超特價賣俾大家聽，43蚊，攞嚟解凍咗煎焗或者氣炸都好食嘅。一條350 gram 咧，好大條噶啦，呢個好好食。呢個牡丹蝦加拿大牡丹蝦又再減價，1公斤喎，380蚊。呢一個仲有呢個就係
一家韓牛火鍋片200克，牛柳嚟緊呢個，一隻牛最名貴就牛柳噶啦，180蚊。呢一個韓牛肉眼扒呢個就係188蚊，即係食牛就要食韓牛咯，呢個就係嚇。